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晓。今天咱们来说一个医圣张仲景的故事。在东汉末年，也就是1800多年前，张仲景遇到时年20多岁的文学家王粲。出于职业习惯呀，张仲景望了望他，然后用专业中医词汇来讲，这就叫现在的望诊。谁知道这一望呢，竟诊出了他20多年之后的病。张仲景就告诉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果不治呢，再过20年，你的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之后半年，你就会死去。”王粲始终认为张仲景的话呀不足为信。结果20年后的某一天，王粲突然发现他的眉毛在慢慢的脱落。半年之后呢，眉毛落尽了，而且呢，他人也就病逝了，年仅41岁。在现代，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洪墨主任指出其实五脏六腑的盛衰和病变都会通过身体的精血、津液等介质表现于体表。过去把眉毛叫做保寿冠，它拥有疏朗而整齐的眉毛者呢是最长寿的。事实上，眉毛就是健康的晴雨表，我们不用去医院体检，一些病症通过眉毛就能够反映出来。以下的5种常见的眉形与健康的关联，大家呢可以拿把镜子自己去对照一下自己。第一种是眉毛变长的人易衰老。一般老年人的眉毛会比较长，年轻人的眉毛呢比较短，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眉毛长而旺盛是衰老的征兆之一。古人常说呀，眉长者而寿久。其实眉毛变长和活的是否长久关系不大，但是它却是衰老的征兆之一。第一呢，眉毛变长是身体机能的调节机制开始出现了功能降低的表现。如果发现眉毛开始变长，而且逐渐变得旺盛，那一定要引起重视，要去调节饮食和生活习惯。保持一定的食欲呢，是抵抗衰老最好的办法之一。其次就是每天要多增加运动，每天健步走半个小时以上，不能让身体机能一直处于悠闲的状态，否则呢，身体机能就如零件一般，不用就会生锈。合谷穴和内关穴是人体自带的不老穴，只要有时间，随时随地都能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按压时呢，要以局部穴位有酸胀感为宜。不过呢，合谷穴孕妇是不能按压的。第二种是眉毛干枯，肺不好。眉毛少而且显得干枯，说明肺部出现了肺气不足的现象。肺气不足的现象呢，会引发一系列的肺部疾病，外在呢会表现为咳嗽、咳血、气短，有时候还会出现胸闷的现象。那么如果不引起重视呢，很容易就引起肺癌。很多的肺癌患者在发现的时候已经处于中晚期了，所以如果眉毛出现干枯现象时一定要多加留意肺部的健康。有一个对策，多笑多吃白。中医有长笑宣肺一说，大笑能够使得肺气扩张，还能够清除呼吸道的浊气。人在开怀大笑时也可以吸收更多的氧气，氧气随着血液行遍全身，让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充满活力。养肺要多吃白色食物，比如说银耳、百合、花生白菜、萝卜、冬瓜、莲藕、山药等等，都能养肺。除了日常的煎炒蒸煮之外，比较理想的烹饪方式呢，还是煲汤、熬粥，比如说白萝卜花生汤、大白菜汤、冬瓜汤、莲藕汤、百合莲子小米粥等等，非常不错。第三种是眉毛上翘，易得膀胱炎。此处所说的眉毛上翘呀，不是说眉毛本身的形状，而是毛发本身出现了上翘。眉毛上翘是膀胱炎的征兆。膀胱是人体内部负责排尿的器官，它一旦出现问题呢，就会影响我们身体整体的运行与健康，严重者还会导致膀胱癌。那么膀胱出现问题之后身体的排毒工作也会受到阻碍，在我们尿液当中的毒素就无法及时排出体外，将会在体内产生聚集。眉毛上翘还反映了身体内部毒素过多，是我们身体发出的排毒信号。它的对策是多喝水，不憋尿。提醒大家，平时应该注意多休息，多喝水冲洗膀胱，把每天喝6到8杯白开水当作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并且呢，把酒精和咖啡因的摄取量一定要降到最低。另外注意，千万不要憋尿，注意清洁卫生，保持我们身体的干净。内裤的选择呢，需要多加注意，要穿棉质的内裤，避免合成纤维制品，否则也会妨碍适当的空气流通，进而促进细菌的生长。第4种是眉毛脱落，说明气血不足。
如果眉毛出现了不正常的脱落，身体可能出现了状况。不同的眉毛脱落方式呢，其实也代表着不同的疾病。眉毛疏淡易落者呢，多见于气血衰弱、身体体弱多病这类的人群，容易手脚冰凉，肾气也比较弱，而且甲状腺功能有减退，以及脑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眉毛往往容易脱落。那尤其以眉毛的外侧1/3处最为明显。多数的人群还会出现反应迟钝、头晕眼花、耳鸣、耳聋等等现象。那更为严重的患者呢，还会导致痴呆。麻风病患者在病变的早期，眉外侧皮肤肥厚，眉毛脱落；斑秃的患者呢，也可能出现眉毛脱落的症状。癌症啊、梅毒啊、严重的贫血也可能会导致眉毛的脱落。有些抗癌或者抗代谢的药物也是有这种副作用的。那它的对策是自己煮桂圆百合枣仁茶来喝，这是出自《金匮要略》的一个加减方，有补气养血、清肝泻火、助眠安神、镇定除燥的作用。做法比较简单啊，取百合10克、草酸枣仁10克、茯苓5克、桂圆5克、枸杞子3克、小麦3克。材料洗干净之后，放适量的清水放入锅中，用大火烧开后转小火再焖5分钟，分2次喝完。午休前、睡前各喝1次。第5种是眉毛和颈椎也有关系，眉毛异常脱落呢，还有可能是颈椎偏位。由于是偏位的颈椎压迫了神经根，引起大脑神经系统、血液供氧系统的供给不足，使供给身体毛发的营养呢受到阻碍，产生眉毛脱落的现象。同时呢，也可能伴随有脱发的产生。眉毛中间眉心的位置呢，是我们第7节颈椎的一个压力点。如果颈椎出现了问题，就会通过这个压力点反映到眉毛上。因此啊，如果颈椎出现问题，基本上是可以通过咱们的眉毛来判断的。那么除了眉毛脱落，还有眉毛下垂、眉心毛孔粗大、眉毛长痘痘、眉心疼痛、眉毛一高一低等等呢，其实呢也是和颈椎有关系的。眉毛呢不仅仅是我们面部的一道风景，还和体内健康紧密相连。但是啊，99%的人都不知道，眉毛也是需要日常做护理的。第一是要经常清洗眉毛。很多人认为在洗脸的时候顺带将眉毛清洗一下就完事儿了，其实呢，这并没有达到清洗眉毛根部的效果。在我们的眉毛根部呀，会有一些眉毛分泌出的油脂，如果你长期不去清洗它呢，这些也会堵住我们眉毛附近的皮肤，也是不利于眉毛生长的。第2点呢，就是我们要经常去梳理眉毛。眉毛和头发一样，它是需要经常梳理的。每天除了梳头，我们也要经常梳理和按摩眉毛的部位。第3点就是不要去拔眉毛。很多女性朋友呢都有拔眉毛的习惯，但是呢这个习惯可一定要改掉。拔眉毛会使得皮肤和毛囊遭到破坏，如果长期如此呢，眉毛生长就会变得不规则。而且拔完眉毛之后啊，这个细菌还有可能会趁虚而入，这就带来了患继发性毛囊炎的风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长期拔眉会使得眼睑周围的皮肤变得松弛，眼皮松弛就显老10岁，而且呢还是不可逆的。所以眉毛是健康的提示器，大家呢今天花1分钟的时间自测一下，及时发现病灶并且清除，才能够健健康康的活到天年。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